現在很多人講究養生，提倡天然生食，覺得蔬菜或者野菜生吃的話，能夠保存最大的營養。但在大自然裡，有一類植物，如果你敢生吃，或者沒有煮透就吃，那簡直就相當於生吞寄生蟲。這些寄生蟲會死死扎根在你的肝臟、腸道，甚至大腦裡，嚴重的甚至會致命。今天我們就來盤點身邊最容易攜帶寄生蟲的10種植物。長輩們常說，生吃水生植物要特別當心，這到底是嚇唬人還是科學？點讚、收藏、轉發給身邊喜歡生吃蔬菜沙拉和涼拌野菜的朋友。第一，荸薺或叫馬蹄，皮上藏着吸血鬼。荸薺很多人當水果生吃，南方一些地方叫馬蹄，因為它的形狀長得有點像馬的蹄子。它清甜多汁，很多人在田頭把荸薺挖出來，用手把泥一抹就直接生吃，或者用嘴把那個皮一咬就吃裡面的肉。危險真相：荸薺生長的環境是水田裡面，它的表面是薑片蟲最喜歡的客棧。如果你用牙齒去啃皮，或者削皮時刀口污染了果肉，薑片蟲的幼蟲就會被你吞進肚子。它會用吸盤死死吸住你的小腸黏膜上吸血，引發腹痛、腹瀉、營養不良。小孩子吃了還會影響發育。安全吃法：別用牙齒啃皮，必須用刀削厚皮，而且最好煮熟了再吃。生吃必須用開水燙過才安全。第二，水芹菜，干片型吸蟲的溫床。很多朋友喜歡去小溪、水溝邊採水芹菜，回家以後簡單焯過水就吃了，覺得這樣吃最嫩。殊不知裡面藏着比較大的危險。危險真相：水芹菜長的環境非常潮濕，是干片型吸蟲的超級大本營。這種寄生蟲非常狡猾，它附着在水芹菜的茎葉上。如果生吃，它會穿過你的腸壁，鑽進你的肝臟和膽管，在裡面安家落戶。你會出現高燒、肝區劇痛、黃疸，肝臟甚至都會被它啃得千瘡百孔。安全吃法：像水生野菜哪怕焯水都不太安全，我們一定要高溫煮熟、煮透才吃。第三，菱角，鮮嫩背後的寄生蟲陷阱。菱角是秋天江南水鄉很多朋友的最愛，尤其剛摘下來的嫩菱角，用手一掰，裡面的肉又脆又甜，很多人甚至當成零食，一邊聊天一邊嚼着吃。危險真相：菱角和荸薺一樣，同樣屬於水生植物，它整天泡在污泥裡，表面也沾滿了薑片蟲的囊幼。有的人用嘴去咬開菱角殼，寄生蟲就這樣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口腔。安全吃法：想吃甜嫩的菱角，請忍住生吃的衝動，放進大鍋裡徹底煮熟。煮熟後的菱角同樣美味，並且安全。第四，魚腥草，泥土裡的雙重隱患。它是南方極具爭議的明星植物，貴州、四川等一些地方叫它折耳根。折耳根最經典、最灵魂的吃法就是涼拌生吃，那股脆嫩和魚腥味讓愛的人欲罷不能。危險真相：魚腥草喜歡生長在陰暗潮濕的溝邊或泥地，如果生長環境附近的地下水受到污染，它的根茎就极易攜帶线虫的蟲卵或者阿米巴原虫。
生吃如果洗得不夠徹底，這些寄生蟲和細菌就會引發急性腸胃炎或者慢性寄生蟲病。安全吃法，如果實在想涼拌，我們就先用食鹽和白醋反覆的搓洗，最好在開水裡燙熟再涼拌。當然，更安全的吃法，我們就是用來炒食，高溫炒透以後啊，比如說炒臘肉，這樣就比較安全。第五，豆瓣菜，水中的隱形蟲卵。豆瓣菜也叫西洋菜，是廣東和兩廣地區很多人喜歡用來打火鍋的一種野菜。有的人去西餐廳吃牛排沙拉，裡面經常有生的西洋菜做點綴，或者打火鍋，剛下去幾秒鐘還帶着血青色就撈上來吃了。危險真相：西洋菜通常是水培，或者長在流速緩慢的水田裡、水溝邊。它是干片型吸虫和圓线蟲非常喜歡的附着植物。如果燙的時間不夠，蟲卵和幼蟲根本沒有被殺死。安全吃法：西洋菜打火鍋一定要久煮。廣東人用西洋菜和陳腎煲老火湯，煲足2個小時。這樣雖然說把這個菜好像都煲爛了，但是從安全角度來講是最安全的。6. 水蓮梗，吸附污水的海綿。水蓮梗是近些年來在一些特色餐廳很火的水生蔬菜，它的茎稈折斷，裡面像海綿一樣吸飽了水分，炒起來非常爽脆。危險真相：正因為茎稈海綿的結構，它們不僅表面附着寄生蟲，發達的孔洞裡甚至還吸入微小的原蟲和寄生蟲幼蟲。如果只是大火快炒幾下，裡面的溫度還不夠，很難殺死這些寄生蟲或蟲卵。安全吃法：這類蔬菜烹飪時可以加點大蒜、辣椒，並且適當延長烹煮的時間，確保中心完全熟透。7. 蓮藕，孔洞裡的秘密居民。蓮藕大家都吃過，夏天大家最愛吃一盤酸辣涼拌藕片，清脆解暑。有些鮮嫩的野藕、藕帶，村民們甚至洗乾淨，直接當甘蔗一樣生咬。危險真相：蓮藕生長在淤泥裡面，它的那些孔洞在生長過程中，如果淤泥裡的污水灌進去，孔洞內壁就會沾滿薑片蟲的囊幼。涼拌藕片如果是簡單過一下水，燙的時間不夠，這些蟲卵並沒有被殺死，所以我們吃下去會造成很大的隱患。安全吃法：做涼拌藕片，我們切片以後一定要在水裡面煮至少2分鐘，讓每一個孔洞都做到滅菌。8. 蓼菜，粘液包裹下的溫床。這個菜是極具地方特色的珍貴水生蔬菜。蓼菜最出名的就是葉片背面包裹着一層厚厚的晶瑩剔透的天然膠狀粘液，吃起來滑溜溜。很多人為了追求這種極致的滑嫩，往往燙一下就做成蓼菜湯。危險真相：這層厚厚的粘液是大自然的傑作，但也是一些微小寄生蟲、原蟲卵的天然保護膜。微小的蟲卵被死死粘在裡面，如果只是用溫水燙一下，粘液層會保護蟲卵免受熱力傷害。安全吃法：煮蓼菜湯時，一定要等到湯底徹底沸騰，至少再煮1分鐘以上。第9. 茭白，水稻田裡的雙重寄生。長在水田裡的茭白，剝開綠色的外殼，會露出潔白肥嫩的茭白肉。茭白其實是菇這種植物受到黑粉菌刺激後
肥大的肉質莖，因為它長得白白嫩嫩。在水邊採摘時，很多人會開玩笑說它像生的小蘿莉，直接剝了皮就生吃。危險真相：茭白通常長在水田裡或者水塘裡，這些水質往往有很多禽畜的糞便。它的基部和外殼是鞭毛蟲、阿米巴原蟲和漿片虫頻繁活動的區域。生吃極易把這些肉眼看不見的原蟲吃進肚子。安全吃法：茭白切絲以後炒肉或者燜煮，絕對不要當水果一樣生吃。第10，綠化帶的小野果，這種不是水生植物，但為什麼我在這裡要把它列為第10，特別強調呢？因為綠化帶就在我們城市很多人生活的周圍，大家路過的時候，有時候看見一些小野果覺得天然無公害，就去採了，直接生吃，殊不知裡面藏着健康危險。危險真相：這些路邊低矮的野果是流浪貓、流浪狗、老鼠和鳥類最喜歡排泄和標記領地的地方。它們的糞便裡含有恐怖的弓形蟲蟲卵，老鼠爬過，狗尿滋過，蟲卵就粘在果皮上。如果被你生吃進去，會在你的大腦、大腿肌肉、肺部長出巨大的寄生蟲包囊，嚴重者甚至只能開顱手術。安全吃法：綠化帶低矮的這些野果，一顆也不長。看完這10種植物，你還盲目的去搞什麼天然生食嗎？其實人類祖先發現火，使用火把食物煮熟以後再吃，其實是對人類延長壽命最偉大的進步。面對大自然，我們多一份高溫煮熟的堅持，就少一份在醫院洗胃開刀的風險。一句話總結就是：水生植物徹底煮熟煮透以後再吃，綠化帶低矮的野果一顆也不吃。覺得這期視頻有用的話，可以點讚、收藏、轉發給身邊喜歡生吃野菜的朋友。我是李文格，我們下一期見。